上一期中说到，路飞和索隆、小菊来到伯格镇营救小玉。嚣张的伯格镇镇打霍尔德姆被路飞一拳头秒杀，成功夺回了小玉。小玉利用自己的团子能力，成功控制了镇打斯皮德。路飞团队多了一个坐骑。索隆和小菊抢劫了斯皮德的宝船队伍，载着满满一船的食物的宝船被带去了简陋村。另一边，霍金斯前来阻击路飞，被罗中途拦下，两人展开对决。霍金斯的手下传来消息，路飞干掉了霍尔德姆，汉泽杰克马上就要来了。罗与霍金斯打得正酣，余光瞥见索隆正在大张旗鼓地打劫敌方的宝船，差一点当场崩溃。他跳上宝船，扯着索隆的衣服，大声怒斥：“不是说好了低调低调低调吗？”索隆面无表情地把锅甩给路飞：“都是船长路飞指使我干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只是听命行事。”罗咬咬牙，原来是路飞呀，那没事了，正常操作，他不惹事才奇怪。只要有路飞的地方，事情总是会朝着计划之外的方向发展。本来在花之都潜伏的索隆来到了酒里，成了通缉犯。大家苦心隐藏了将近半个月的行踪，结果全部暴露。最让罗想不明白的是，为什么敌人的真打斯皮德也和索隆他们在一起？索隆面无表情地解释道：“路飞去救人的时候，打着打着就变成同伙了呀，全是路飞搞的事情。”罗左右寻找路飞，准备做无力的兴师问罪，找了一圈却发现路飞并没有和他们在一起。此时的路飞悄悄跑去了干部们居住的四合院里。索隆他们虽然抢劫了食物，但是路飞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细细一想，才恍然大悟，光吃饭不行，还得喝水呢。于是路飞又抢劫了给付者们献给大石将军的纯净水。另一边，简陋村的村民们还沉浸在没有食物的悲痛之中。巨大的响动打断了大家的哭声，村民们纷纷聚在一起向外面看去。只见巨大的狗子拖着满满一船的食物飞奔而来，那些食物仿佛散发着金灿灿的光明，比星星还明亮，比太阳还耀眼。什么金银珠宝，什么香车美女，此时此刻没有什么东西比食物更加宝贵了。宝船刚一停下来，村民们就尖叫着奔了过去，大家都饿红眼了，也顾不得吃完之后会不会有什么后果，会不会被凯多军队报复，反正饿都要饿死了，横竖都是个死，做个饱死鬼算了。村民们爬上宝船，将食物疯狂塞进嘴里，孩子们不哭了，老人们脸上的愁容也舒展了，好嗨啊，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高潮。就在大家沉浸在一片美食的幸福之中时，轻易父王第六皇带着两个小弟跑过来阻止，嚷嚷着让村民们交出食物。这时路飞举着巨大的纯净水木盆从天而降，直接将第六皇和他的马仔砸在了水盆底下。数小时之前还把路飞吊打的第六皇轻易父王就这样被秒杀了。无毒无害，干净清澈，完全免费的纯净水，是这些村民多少年没有见过的了。大家搬来梯子，攀上木盆，尽情畅饮。路飞大吼一声：“我叫路飞太郎，如果有人来找茬，报上我的名字。”路飞跳下木盆，来到小玉面前，从衣服兜里掏出一只苹果，放在小玉的手里。小玉看着苹果，双眼放光。路飞摸了摸小玉的脑袋，蹲下来温柔地说道：“这是为了报答小玉给我做饭，我报恩的开始。”看着这个样子的路飞，罗想发脾气也发不出来了，只好无奈的叹口气。村民喜气洋洋的搬空了宝船，甚至把船都给拆了。小玉看着手中的苹果，迟迟舍不得下口，最后下定决心咬了一口。甜美的滋味让小玉幸福的大叫：“小豆年糕汤、纯净水、苹果，这是自己这辈子过得最幸福的一个生日了。”路飞在一边平静地说道：“小玉，不要因为这点事儿就开心，我会让这一切都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。当我们离开这个国家的时候，我会将这个国家变成能让你吃饱饭的国家。”小玉看着路飞严肃的表情，鼻子一酸，又流下了眼泪。在3年前，艾斯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，和小玉站在海边看着夕阳，也说过类似的话。小玉，当我们再次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，我会将这个国家变成能让你吃饱饭的国家。时光荏苒，虽然物是人非，但艾斯的意志传承了下来。艾斯曾经的誓言在路飞的身上得到了传承和兑现。路飞看着大哭的小玉问道：“你不高兴吗？”小玉使劲的点点头，当然高兴了。路飞笑了笑，随即看向伯格镇方向，表情严肃，目光坚定。经过这么多年的历练和成长，路飞终于变得更加成熟和稳重，成为一个可以担当大任的人。索隆瞥了一眼正在冒黑烟的伯格镇，十分无奈。这一下子追兵肯定要追来了，做好干架的准备吧。路飞双手插在胸前，满脸的认真：“你们不可以再引起骚乱了，知道吗？”罗怒斥道：“你还有资格说这话？不过既然祸已经闯了，应该立即改变战术。”罗指着不远处的一个高山，告诉路飞：“现在待在这里也没有意义，应该赶快到下一个据点。那座山的山顶是玉田城的遗址，是下一个目的地。”旁边的小菊一愣，脸色沉了下来。路飞将小玉抱上了斯皮德的马背上，让他给师傅飞车带话，特别强调这把2代鬼车再借自己玩几天。
毕竟没有武士刀就不是武士了。索隆在一边无力吐槽道：“你根本没用过那把刀吧？话说赶紧让我看看。”路飞理也不理索隆，与小玉挥手告别。索隆招呼路飞赶快离开，村民们围了上来，向路飞表示感谢。毕竟已经好多年都没吃过一顿饱饭了，这一顿饭对村民们来说意义非凡，大家都恢复了精神活力，腿脚也利索许多。路飞爽朗的哈哈大笑，跳上狗子和村民们告别。看着大家幸福的神情，路飞很开心，真的是做了一件好事啊！好事？罗一脸鄙夷，海贼哪有做好事的，真让人恶心。众人向山顶赶去，罗余光一瞥，看见了坐在路飞身边的小菊。为什么你也跟过来了？小菊支支吾吾地表示想要去参观一下，并无他意。罗征求了路飞的同意，路飞点点头，这家伙是个好人。索隆在一边坏笑地回应道：“这个女装大佬可有事情隐瞒大家呢。”索隆早就看出小菊不是一般人，而且对他们有很多隐瞒。不过大概是没有感受到小菊身上的恶意，索隆并没有继续为难小菊，把他默认成了自己一伙的人。小菊的确有事情隐瞒着路飞，这些稍后会提及。不过他有捍卫玉天城的责任。就目前来看，路飞几个人都是好人。不过小菊对路飞他们还不是完全信任，所以自己务必要随着他们去一趟玉天城，看看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。路飞也问了同样的问题，他问罗去玉天城有什么事情。罗看着玉天城的方向，轻声说道：“你去了就知道了，去见见和之国的亡灵们吧。你去了之后一定会惊讶的，那里藏着不置可否的事实。”事实？亡灵？路飞一脸问号，转身问索隆。看样子索隆应该知道些什么，但他只是告诉路飞：“你到了就知道了。”路飞又缠着罗问他究竟，罗很能沉住气，就是不告诉你，到了玉天城遗址才详细说明。路飞一脸不爽。这时从森林里传出一股很浓重的杀气，路飞三人包括小菊全部感知到了这股浓浓杀气，即便没有见闻色霸气，也很容易就能察觉到来了个不得了的东西。小菊将武士刀拿在胸前，提醒道：“可能是大蛇的刺客。”索隆摸了摸自己的爱刀，让路飞等人先行离开，自己去收拾了这个家伙，再追上来。路飞看起来丝毫不担心索隆会在森林中迷路，点了点头，让狗子加足马力。索隆跳下狗子，看到一团黑雾站在自己的面前。虽然对方杀气喷涌，但也只是个菜鸡而已。索隆拔出双刀冲上去，对方也从黑雾中现身。原来不是菜鸡，是菜虎。这只独眼猛虎叼着一把武士刀，和索隆混战起来。这个武士之国，动物都会用武士刀。这里是和之国经济中心花之都，和之国最繁华最热闹的地方。同样是孩子，简罗村的孩子们连饭都没得吃，这里的孩子却衣食无忧，而且还能上学接受教育。悲哀的是，虽然孩子们受教育学知识，但是学的也都是一些美化大蛇、拥护大蛇的洗脑知识。教授知识的这个老师一看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这个女的大概是大蛇丸投胎，拿着篡改的历史文化和孩子们讲述洗脑的文化知识。何为锁国？就是封锁国门，保护国家的和平。何为开国？就是把坏思想和坏人引进国内，是非常恶劣的行为。海外许多国家觊觎和之国的很多东西，开国就意味着国家将不太平。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和之国有一群又蠢又愚的坏人，想要实施开国，那就是光月玉田和赤鞘九侠，他们是一群罪大恶极的人。好在和之国出现了一个英雄，打败了邪恶的光月玉田，他就是现任和之国将军黑炭大蛇将军。他打败邪恶势力，保护了和之国，让和之国变成现在这样和平美好的国家。虽然工厂黑烟滚滚，虽然河里全是毒水，虽然人们食不果腹，衣不附体，但是和之国是和平的，这就是大蛇将军的功劳。大蛇将军万寿无疆，是和之国的伟人英雄。下边乱糟的历史，暴力和谎言的统治，这就是和之国的现状。大蛇他才不是什么英雄，只不过是个胆小鬼而已。说这话的人是黑炭大蛇家的御用商人，人称睡眠狂死狼的刀客。他一边大碗喝酒，一边对大蛇讥笑讽刺。20年前，在燃烧的玉田城前面，玉田的夫人临终前曾留下这样一段话：是当暗夜月如清，手残抱缺待天明。清辉念在忘川时，酒影投来日东升。这首诗就像是魔咒一般折磨着大蛇将军。大蛇自己是这么解读的。狂死狼一边放肆大笑，一边将一碗酒一饮而尽。属下们的好奇心被狂死狼勾了起来，迫不及待地问道：大蛇将军到底是怎么解读的？狂死狼手中端着的酒碗还没有放下，头一低睡了过去。鼠牙小心翼翼地凑过去问道：到底是怎么解读的呀？狂死狼的鼻涕泡被惊破，他醒过来继续说道：根据大蛇将军的理解，20年后的某个夜晚，9名武士的怨灵将重返人间，取走大蛇的性命，让和之国开国。今年就是20年后，大蛇在害怕光月家的怨灵们会不会回来杀了自己。狂小狼笑得满地打滚，仿佛自己遇上了什么喜事儿。
他翻身起来，端起酒碗，喃喃自语道：“真想交手看看呀，可是呢，死人又能做什么呢？”狂死郎看着一滴不剩的酒碗，想起了20年前的那场大火，光月家的武士们在20年前被逼入了城内，都已经烧死了吧。路飞和罗小菊三人来到了山顶的玉天城遗址，原本坐落在这里的城堡早已不见踪影，留下来的只有大火之后的一片废墟。小菊看到眼前的景象，不由得流出眼泪，不顾路飞奇异的目光，转身向另一个方向跑开。罗没有理会小菊，带着路飞径直来到一片空地上，这里是一个坟墓堆，罗让路飞好好看看这些墓碑。周围一片寂静，杂草丛生，乌鸦怪叫，气氛烘托得十分诡异。路飞看到正中间的墓碑上面写着光月玉田，而在这块墓碑旁边立着的墓碑上面写着光月桃之助。路飞瞪大了眼睛，不仅如此，还有雷藏、警卫门、看侍郎等人的墓碑。一只乌鸦鬼叫着飞过，掉落一只黑色羽毛。路飞瞪大眼睛，退后了一步。说起来，自从进入和之国，就再也没有联系上警卫门等人，难道他们都已经死了？路飞摇摇头，不可能，他们说过会等在和之国，不可能死。罗冷漠地说道：“他们已经很久不在了，只是在晚上偶尔会出现，大半夜跟妖怪一样。”路飞一把扯过罗的衣服：“你别吓老子好吗？为什么是大半夜？怎么回事？”罗摇摇头：“真相不该由我来告诉你。”这时，坟墓中慢慢爬出来一个黑影，接着路飞仿佛听见一阵阵的哀嚎鬼叫，路飞吓得惊声尖叫。警卫门则一把抓住路飞：“路飞阁下，抱歉没有去迎接你，我不幸染上了痢疾，还以为今天也会拉肚子到半夜呢。”路飞怒斥罗：“这不是没死吗？”罗平静地说道：“我也没说他死了呀，我只是说他晚上会不定时的出来上厕所。”小菊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飞奔出来，一下子将警卫门扑倒，看样子两人的关系很不一般。接着桃之助、山治、娜美、布鲁克、加洛特、乔巴等人陆续前来会合。山治指着路飞大骂：“为了找你，我们都潜到海底去了。”众人齐聚一堂，接下来就要商议重要的事情。警卫门带着大家来到城堡废墟中，跪下来表示感谢。随后他又道出了一个秘密，这是一件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。就目前聚在一起的这些武士、警卫门、看侍郎、小菊、雷藏以及桃之助，他们其实都是过去的人，是从20年前的和之国穿越到现在这个和之国的时空穿越者。我是谢幕君，咱们下期见。